第51章电量消失的源头。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许峰盯着他们，语气严肃。下午电厂电力消失，专家查到源头是这栋别墅。朱局长开口回答：“你确定是这里？”许峰再次确认，地址对得上，不信可以问陆副局长，我查了记事本没错。陆副局长点头。许峰转身拨出加密电话，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宋将军皱眉问道。首长，我去查。勤务兵立刻跑出去。不久他返回，立正敬礼，报告所有电源都失效，连储备能源也全没了，整个上海都黑了。宋将军震惊，查清楚，联系情报部门，打电话问发电厂情况。他迅速下达命令。许峰来电，宋将军，朱局长带警察来了，说电流消失，源头在苏悠然家，你确定？宋将军皱眉，他们确认了地址。许峰答道，立刻进去查清楚，随时汇报。宋将军冷静指示，你们两个看住他们。许峰指了指朱陆二人，第一队、二队跟我进屋，3队守门，4队巡逻。许峰分配任务。苏老爷子喝茶纳闷，怎么停电？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人闯入，我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他自言自语，上海怎么会这样？他心中震惊。许峰上前敬礼，苏先生，我们奉命保护苏悠然，他房间在哪？楼上，右边，第2间。苏老爷子指了指楼上，第2队留1楼，1队跟我上去。许峰带人上楼。第52章晕迷的苏悠然。到了楼上，找到右边第2间房。苏小姐，我们是你外公派来接你的。许峰敲门说。等了几秒，没有声音。苏小姐，他再次敲门呼叫，门把手锁住了，把门打开。许峰下令，是。士兵后退一步，一脚踹开，众人冲入房间，外面2人警戒。苏悠然躺在床上，昏迷不醒。宋将军找到苏小姐，她昏迷，头戴头盔，旁有11块电池，床上还有1台笔记本和头盔相连，头盔另一头插在插线板上，通电。许峰检查后汇报，把她抬上车，头盔别动，连电脑、电池、插板一起带回来，派人守着她的房间，不准任何人进入。宋将军下达命令，你们俩抬。苏小姐，你抱电脑，别碰线，你拿插线板，你叫1队人上来搬电池。许峰迅速布置，他打电话把车开进大厅门口，然后下楼。苏先生，我奉命执行任务，需带苏小姐离开，如有打扰，请见谅。许峰敬礼后径直离开。苏老爷子知道是宋将军的安排，安心但疑惑着，那头盔他从哪弄来的？没见他用过，也没说过下午买那么多电池也是为了他，难道是新出的游戏机？他越想越疑惑。朱局长和陆副局长也被带上车，2人虽受宠若惊，但不敢不从。车队驶入黑暗中的上海，前往郊外军事基地。基地有备用能源，灯光通明。众人将苏悠然送进研究所，专家准备就绪。宋将军询问朱陆2人来龙去脉，他们所知不多，只是复述了基本信息，随后被送走并下达封口令。2人离开后感到轻松，也不敢再说什么。第53章头盔。宋将军把朱局长和陆副局长打发走后，走进了实验室。他看到一群人正在给苏悠然检查身体。赵医生，苏悠然没问题吧？他走过去问。我们已经把头盔取下来了，只是一个外设，没有深入接触大脑，很容易就摘下来了，我们正在进一步检查。赵医生回答，原本担心头盔插入大脑，贸然取下可能造成伤害，现在情况乐观。科学家们也在推测各种可能，就像之前检测光盘时，他们连字体都要判断男女手写，可见研究人员的严谨思维。宋将军看着苏悠然被推进仪器进行全身扫描，点了点头。那个头盔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继续发问。我们找专家初步检测过，像是大脑检测外设，但结构复杂，焊接点奇特。赵医生回答，详细检测还没开始。扫描完成后，宋将军和赵医生走到操作员身边。他身体情况如何？基本和前2天差不多，只是身体强度略有上升，大脑也有轻微开发。我们检测到一个信号盲区，不知原因。他很健康，比普通人健康很多。操作员汇报，发电厂那边修复进展如何？技术人员已经过去了，正在抢修。勤务兵回答，去看看头盔那边的检测情况。宋将军命令，他带人走进另一间摆满电子检测设备的实验室，查出头盔的作用了吗？整个头盔没有稀有金属，是普通金属。焊接点排列很奇怪，像有规律，插线板也很普通，没有特殊之处。电脑里只有1个程序，暂时无法操作，必须戴上头盔才能使用，但可能有风险，不过风险不大。苏小姐使用过，最多只是晕倒，没有其他后遗症。根据今晚的情况推测，头盔运行需要巨大能源，可能吞掉了整个上海的电力。王院长解释。宋将军沉思片刻，王战，去试试那个头盔。他下达命令。是。王战毫不犹豫地走过去戴上头盔。54章让人类文明跳跃的希望。研究员们赶紧在他身上安装检测设备，脖子、胸前、胳膊、腿上都绑上传感器。准备完毕后，王院长点头。宋将军站在一旁，程序启动。笔记本显示已连接生物大脑区域，是否检测？我们所有设备失效了，完全没有信号。研究员大声报告，继续，不用管设备。宋将军果断指示。王院长点击是。几秒后，屏幕出现检测结果，生物大脑区域检测完毕。大脑开发程度 8.6%， 大脑使用程度 4.1%， 生物能使用没开发，思维拓展为2级。能量来源方式为器官吸收原始能量，开发力量 5.8拉米，适应能力最差，思维连接区域未开通，能量使用方式为原始级别，判断为初等智慧生物。
文明发展未晋级，对99.8%以上的进化生物无任何威胁。果然是宋将军的随护士兵，力量比孙悠然第一次检测时强横了5倍。王院长看到下面有个提示按钮，修改并提高此生物体的部分可修改参数，看了宋将军一眼，宋将军也看到了，看王院长看他，点了点头。王院长点击修改并提高参数，开发生物大脑，开发初级生物能，提高生物能量吸收，改变生物细胞排列方式，打开思维连接区域，是否执行？执行。王院长还没继续询问宋将军，耳边就传来了宋将军的话语。王院长又点了执行，屏幕继续跳出了文字，请提供能量支持。两人对视，又看向垂下的插头，终于明白苏悠然为何要用那么多电池。这场全上海停电正是头盔引发，没有能源，操作被迫终止。王战摘下头盔，感觉如何？没有任何感觉。王战机械回答，一点都没有。是的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宋将军，我们还需分析这些参数含义，过一会儿会提交完整报告。王院长说完便离开。我去会议室等你。宋将军转身离开。1小时后，王院长带着报告进来。宋将军，这是初步评估报告，这设备可使人类身体真正进化。苏小姐已经体现出体能增强，大脑开发增多，若推广开来，人类寿命、智力、文明发展将跃迁式前进。若全球使用，20年可实现星际旅行，30年可移民其他星球。但前提是能破解程序，并提供足够能量。我们也基本可以确认，这技术不是地球文明所拥有，可能是远古文明遗留或外星科技。宋将军边听边看报告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这个头盔与笔记本不亚于核武器，它既可能让人类腾飞，也可能带来毁灭。第55章，苏悠然失忆。宋将军已经意识到那台笔记本和头盔的重要性远超核武器，可他困惑的是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苏悠然是从哪来的？他竟然完全没跟他汇报。宋将军还不清楚，这东西是苏悠然刚刚获得的，而且基地那6个姑娘竟然毫无察觉。若不是这次停电事件，恐怕还发现不了头盔的存在，这简直是极其严重的失职。显然，头盔和那份论文、那张光盘都来自同一源头，这绝非地球上的科技。苏悠然究竟还隐瞒了多少？宋将军感到头痛。外孙女闯下的大祸已经超出他乃至整个人类的掌控。马上准备去北京的专机，宋将军果断下令：王院长，准备一下，跟我一同前往北京。王院长明白事态严重，立刻去安排。宋将军从口袋里掏出卫星加密电话，输入密码后说道：我是上将宋德龙，将从上海乘军机飞往北京1号基地，请求 S 级接机部署完毕。挂断电话没多久，研究员进来报告：宋将军，苏小姐醒了，走，去看看。来到医疗室，苏悠然一脸茫然地四处张望。悠然，感觉怎么样？哪不舒服？宋将军关切问道。外公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是沈阳吗？我怎么到了沈阳？宋将军一听更担心了。悠然，你好好想想，这里是上海。脑袋好乱。他迷糊地说，忽然一拍脑门，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快说！宋将军急切地问。快开学了，我约了陈宇哥，明天去海洋公园。我不是在家睡觉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宋将军以为他记起头盔的事，结果听到海洋公园3个字，差点气晕。他内心暗道，不会吧，失忆了。悠然，今天几号你知道吗？好像是8月23号吧，还有1周开学呢。宋将军听完脑袋一垂，比苏悠然还郁闷，内心哀嚎，怕什么来什么，去把头盔和笔记本拿来。很快，那2样东西被带到病房。悠然，你看看，认识这2个东西吗？咦，这是游戏机吗？是外公送我的吗？他边说边想戴上头盔。宋将军赶紧抢过头盔，手都在发抖。悠然，你从没见过这个头盔和笔记本？没有啊，外公，我们都半年没见了，我好想你呢。那 AI 光盘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宋将军激动地问。那你说说是哪张光盘？就是电影 AI 人工智能啊。我假期在家看电影买了好多，外公你要看我去拿。宋将军胸口一闷，觉得血压在飙升。那你还记得反地球引力那篇论文吗？你写的？啊，我写论文，开什么玩笑，我又不是物理系的，外公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宋将军听完差点晕过去，强压下情绪后下令，马上带着头盔和笔记本回北京。悠然，跟外公走。外公，可我和陈宇哥约了明天海洋公园，你生病了，失忆了，现在是10月中旬，我要带你去北京治病。说完便拉着苏悠然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军机。56章，再次光临北京。苏悠然迷迷糊糊地跟着宋将军上了飞机，心里却奇怪，治病？我怎么会得病？奇怪了，今天是10月10几号了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外公不会骗我吧？苏悠然还在认为宋将军有可能骗他，掏出了手机，准备看看日期。这是谁的手机？外公，你把我的手机换了。还挺好看的，比原来的那个好看。苏悠然看到自己口袋里的手机不是自己原来的那个，以为是外公给换了，问了一句就开始玩新手机。这个手机是当初安晨宇送给苏悠然的，可以屏蔽手机周围几十米内的监听系统。手机里有一个安晨宇亲手做的信号干扰器，不过苏悠然近期的记忆已经被屏蔽了，也就不知道这个手机其实是安晨宇送给他的了。安晨宇已经到了埃及，他还以为安晨宇在上海等着他去找他玩呢。宋将军看着苏悠然拿着的那个手机，一把给夺了过来。悠然，你现在还在生病，
不能使用手机，会影响大脑的，等你病好了再说。宋将军把手机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哦，苏悠然看到手机被外公抢走了，也没说什么。外公，我饿了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我现在特别饿。宋将军吩咐了飞机里的乘务员一句。过了一会，乘务员送来了一些食物，你先吃点垫一下。到了北京，外公请你吃大餐。他知道飞机上的东西绝对不够苏悠然吃的。外公可不能骗人哦。苏悠然说完就开始吃了起来，心里还在想，外公不是在沈阳军区做事吗？去北京干嘛？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还是先吃点东西重要。苏悠然和宋将军离开后，军区里的技术人员和电厂里的技术人员维修了整一夜，到了早上才把电力系统修了个大概，先维持着基本的运作再说吧，以后的几天还得慢慢修。而把上海搞乱后的苏悠然却跟着宋将军去了北京，朱局长和陆副局长也没再管这件事，他们知道上面肯定会有安排，还是装不知道的好，免得惹火上身。飞机离开上海时，上海是一片黑暗，而飞机到了北京上空时，虽然是半夜，人们都睡觉了，但路灯起码亮着。飞机接到允许降落的回答后，缓缓地降落到了1号基地的跑道上，跑道两旁间隔3米就有一个士兵拿着军用步枪站岗，一路下去，不知道站了多少士兵。飞机刚到北京上空时，就有2架军用武装直升机跟随着这架军机，随着军机降落也缓缓地降落。等飞机的舱门打开时，周围已经围了上千名的荷枪实弹的军人。宋将军牵着苏悠然的手走在最前面，后面是一群科学家和研究员，还有随护的士兵。下了飞机，宋将军牵着苏悠然的手就上了停在飞机前的一辆红旗内，并把那台笔记本和头盔也拿到了车内。红旗的前后左右全被军车包围着，后面的士兵、科学家、研究员也跟着上了后面的车。一行人向机场不远处的基地中心行去。苏悠然坐在车里往外看，可是玻璃都是全黑色的，不知道上面贴了什么，贴着脸也看不到外面的任何光景。车子的中央有块玻璃，把驾驶室和后座隔了开来，也是黑色的玻璃，看不到驾驶室的情况。宋将军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也不管苏悠然在那里搞什么。试验了几次，依然看不到任何光景。按了按车门上的按钮，想把玻璃降下来，可是按了半天，玻璃连动都没动。拉了拉车门，也锁上了，有些泄气。踢了车门一脚，外公，这是什么破车，玻璃都打不开。苏悠然有点生气地问外公，这可不是破车啊。这辆车在行驶的过程中，车门、玻璃全是自动上锁的，根本无法打开，玻璃也是防弹玻璃。宋将军笑呵呵地看着苏悠然，咦，我怎么感觉车好像在往下开啊？怎么回事？苏悠然已经感觉车子好像正在往地下开，而不是在水平的地面上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地下，一会就到了。宋将军说完后就不再说话了。苏悠然看外公不说话了，也不吱声了，只不过肚子还是很饿。车开了半个小时才停了下来，但是宋将军还坐在那里没拉车门。苏悠然抬眼看了看外公，还在想为什么外公不下车，整个身体就感觉往下降，原来是到了电梯。苏悠然还是头一次在车里坐电梯，感觉很好玩，可惜的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。这个电梯一定很大。电梯运行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，车子又启动了，这回只开了5分钟就停了下来。车刚停下来，车门就打开了。宋将军下车后，苏悠然也跟着外公下了车。下了车，苏悠然开始好奇地看着外面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场地，有2个篮球场大小，高度也有10几米，场地周围有10几个门，不知道通向哪里，显然这已经是地下了，只是不知道在地下多少米。四周有10几辆车，好多军人都站在四周，那群和自己乘飞机来的科学家、研究员也站在后面。前面10几米处有一个老人穿着军装，老人身后还是10几个和外公穿着同样军装的老头，显然这10几个人都是上将了。而那个老人的军装却什么军衔都没有，只是一件普通的军装，但他站在10几个上将前面，就是傻子也知道他不可能是个普通的老人了。看到自己的外公走过去，赵主席，我先把我的小外孙女送去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去会议室再汇报这次的情况。低声跟那个老人说了一句，虽然隔了10几米，而且外公的声音非常小，但苏悠然还是听清了。那个被宋将军称为赵主席的老人点了点头，来，悠然，过来。宋将军招手把苏悠然叫了过来。57章决定执行生物改造计划。宋将军刚要让苏悠然打个招呼，苏悠然自己先开口了，您是赵爷爷吗？您还是主席啊？比我外公的官还大呢。你好，我叫苏悠然，您可以叫我悠然或者然然。为什么我在电视上没见过您呢？苏悠然走过去问出了心里的疑惑，但是这位赵主席还有他的外公以及赵主席身后的10几个将军心里就不光是疑惑了，还有震惊。是啊，我就是赵爷爷，我叫你然然好了。你没在电视上见过我，怎么知道我姓赵还是主席呢？赵主席笑呵呵地看着苏悠然问道。
虽然心里同样震惊，但表面上却是一点都没有露出来。我刚才听到外公喊您赵主席啊，所以当然知道了。苏悠然快速地回答着。你刚才听到你外公对我说的话了？赵主席眯着眼睛笑着看着苏悠然。是啊，虽然声音很小，听得很费力，但我还是听清楚了。苏悠然肯定地点头。外公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吃东西吗？我快要饿死了。苏悠然转头又对着外公抱怨了一句。宋将军，你先带然然去吃东西吧。赵主席对着宋将军发话了。说完又笑呵呵地对着苏悠然道，然然多吃点哦，别把然然饿坏了。我觉得自己可以吃下一头大象了。苏悠然实在是饿极了，醒过来后还没吃东西呢，况且苏悠然的身体又被第二次改造了。虽然只是改造了1/10，但是这次的改造可是建立在第一次的基础上的。这种级别的改造是呈指数增加的。宋将军满心惊骇，却强作镇定，领着苏悠然去用餐。他难以置信，10几米的距离，又是那么小的声音，悠然居然听到了。这是什么耳朵啊？难道是狼的耳朵？赵主席笑眯眯地看着宋将军和苏悠然消失在门后面，转身就领着身后的10几个将军和从上海来的科学家及研究人员走入了另一个门里。宋将军把苏悠然领到一个房间后，嘱咐让他先在这里吃东西，一会儿再来看他，转身就走了。苏悠然看着食物已经上来了，答应了一声就开始吃，也不管外公干嘛去，他已经饿了好久了。宋将军走进会议室，室内众人早已等候多时。坐在主位的是赵主席，其余10余位将军分列两侧，几名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也在场。宋将军让王院长将先前向他汇报的内容当众复述了一遍，随后他示意科研人员暂时离开，将手中那份机密报告递交给赵主席。赵主席看完后，沉默地将报告传给身边的将军，随后10余位将军依次传阅，逐个翻看。宋将军讲述完事件经过后，便沉默站立，一言不发。整个会议室一片寂静。赵主席自始至终未开口，诸位将军也都默默地看着报告，神情凝重。大约10几分钟后，所有人都大致翻阅完毕。赵主席这才抬眼打破沉默，刘将军，你怎么看？刘将军起身答道，赵老，我认为应先选派2人进行一次该类机器的生物改造实验，观察效果，再做进一步决策。赵主席又问了一下宋将军，宋将军，你看呢？这个机器是宋将军的外孙女搞到的，他当然要再征求一下宋将军的意见。我同意刘将军的建议。通过悠然的例子可以看出，危险性是非常小的。宋将军倒是很赞成这个计划。赵主席又看向了其他的将军问道，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同意。我没意见，我也赞成10几个将军意见很统一，没有一个人反对。赵主席说道，好，既然都赞成，那就这么做吧，先试验2个人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宋将军，至于然然吗？先让他留下来一段时间，做一些测试报告，另外还有一些事情要从他身上着手，如果试验成功，把他和新完成的人的改造对比一下。宋将军马上做出了肯定。赵主席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赵主席安排完了苏悠然的事，马上问了关键性的问题。对了，这个东西的来源查清了吗？从哪来的？所有的人都盯着宋将军，等着答案。毕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宋将军苦笑了一下，回道，没查出来。以前没见过悠然拿过这种东西，那篇论文和光盘也没查出从哪来的。本来这次打算详细的询问的，务必让悠然把来源说清楚。可是悠然突然失忆了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头盔搞的。要不是这次上海停电事件，可能还发现不了这套装备呢。赵主席听完后也没说什么，点了点头，还准备说什么，外面就有人敲门。赵主席招呼了一声，离门最近的一个将军就把门打开了，进来的是赵主席的一个贴身保镖，跑到了赵主席身前，行了军礼，报告了情况，报告首长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20米范围内的监听系统全部无法使用了。赵主席抬头看了这个保镖一眼，没有再说话。宋将军低着头若有所思，过了20秒，终于抬起头来。赵主席，我派在悠然身边的人同样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悠然身边的所有监听系统全都不能使用。宋将军把想到的说了出来。赵主席谨慎地问道，哦，这么严重？宋将军回道，可能和这个手机有关，不过我也不能确定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苏悠然的手机，放到了桌子上，一个小巧的蓝色的女士手机。赵主席拿起手机看了看，没什么特别的，递给保镖道，马上拿去实验室检查。是。保镖拿着手机就出去了。58章生物改造计划。这些将军开始商量派谁去当试验品。这个试验品可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，如果试验成功，那也许自己身边就会出现超人也说不定了。讨论了半天，只有2个名额，宋将军自然占了一个名额。他既是苏悠然的外公，又全面负责此项计划，理由充分，无可置疑。另一个名额则分配给了刘将军，他不仅是第一个提出试验建议的人，更是现任北京军区总司令，资格同样毋庸置疑。名额分配完毕，会议又简单讨论了几项相关事务，随后散会。毕竟这只是一次临时安排会，
真正的详细部署将在明日的大会中进行。散会后，宋将军与赵主席一同前往苏悠然的用餐房间。推门而入时，只见苏悠然正悠闲地喝着饮料。他一抬头，先冲赵主席问好：“赵爷爷好。”接着便嘟囔着看向外公：“外公，你们怎么开会开那么久啊？”语气中带着点抱怨，又透着几分撒娇。赵主席笑呵呵地对着苏悠然说：“然然吃饱了吗？没吃饱，再叫东西吃。”苏悠然开心地回答着：“吃饱了，好饱好饱。”旁边有一个随护保镖递给了赵主席一张纸，上面记载着苏悠然刚才吃的东西。虽然赵主席已经知道苏悠然能吃了，但是看完后还是大吃了一惊。以前的苏悠然饭量最多也就10几人份，这次却吃下了足够30人享用的食物，饭量几乎翻了1倍还多。赵主席虽定力极深，平日从不动声色，但看到那张清单，脸还是忍不住抽了一下。他心中暗想，要是你还没吃饱，那恐怕得变成史前食肉恐龙了。宋将军扫了眼那份菜单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赵主席却笑着开口：“吃饱了就跟你外公走吧，他会给你安排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告诉你外公，也可以直接告诉赵爷爷。”“好的，谢谢赵爷爷，那我先走了。”苏悠然点头告辞。宋将军领着他离开后，赵主席目送他的背影渐渐远去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凝重。他沉默地站在那里，足足思索了5分钟未动。又过了10分钟，身后的一名保镖终于忍不住出声：“主席，休息一会吧，天快亮了。”赵主席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。没人知道他在思索的到底是什么。第二天早晨，苏悠然醒来，宋将军告诉他，需要继续接受观察，暂时不能回学校上课。苏悠然没有反对，他已经知道现在是10月，意识到自己有2个月的记忆空白，也明白自己大概是生了什么病，只是淡淡点头，接受了外公的安排。随后，宋将军拨通了苏老爷子的电话，说悠然在北京有些事情，暂时不回去，他会亲自照顾他。苏老爷子听完，只简单应了一声，他并未多问，只说学校那边他来请假，然然在亲家那里怎么都放心。他也明白有些事不能问，真要知道还是等苏悠然自己开口为好，于是挂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苏悠然的手机检测报告也出来了，手机里有一个很小的装置，就是因为这个装置，所以造成了20米范围内的监听盲区。这个装置里面的程序专家搞了1个晚上也没有破解出来，实在是搞不懂，没办法，只好打了个报告上去，让别人来处理吧，他们是无能为力了。赵主席看到报告后哭笑不得，你们是中国最前沿、最权威、最聪明的科研人员了，你们都破解不了，你让我去找谁破解？没办法，这个程序有可能不是地球科技上可以破解的，这件事先放到一边吧，先把主要的事情解决后再说。苏悠然身上的这么多问题，一个问题也没搞定，让赵主席头疼不已，睡眠更少了。宋将军也是一样，黑眼圈都有了，所有的人都被苏悠然打败了，而苏悠然却跟无事人一样，吃得好，睡得着，而且饭量逐渐增加，越吃越多。不过效果也是显著的，苏悠然的力气越来越大，力量又增加了1半，而且耳朵越来越好用，感觉器官越来越敏锐，眼睛看远处的物体越来越清晰，皮肤也越来越好了。每天都有50、60个科学家、研究员围着苏悠然转，苏悠然像当了皇帝一样，开口有饭，身手有医，非常享受这种生活。可是苦了别人了，基地里养了这么个活祖宗，每天都要安排10个人专门给苏悠然采购大量的食物，作为回报就是苏悠然配合他们治疗和各种测试。看到数据，赵主席和10几个将军都心动不已。如果他们的士兵都可以像苏悠然一样，增加体力、眼力、听力、敏锐的感觉、皮肤强度硬化等等这些好处，那他们的士兵将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士兵了。所以试验的事就迫在眉睫。2天后，试验的人物终于被选派出来了。宋将军选派的人开始是戴头盔叫王战的军人，负责贴身保护他安全的一个军人，跟了他有8年了，非常忠诚。而刘将军可就有意思了，因为开始说好了，选派的目标一男一女。既然宋将军选的是男的，那么刘将军就要选一个女性为目标。刘将军把自己选派的人推出来后，包括赵主席在内的10几个人全都愣了愣。原来这个人大家都认识，是刘将军的大孙女，叫刘雅梦。刘雅梦虽然也是现役军人，而且是特种部队的士兵，但这个试验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谁都不敢说这个试验一定成功。虽然刘将军把自己的孙女推了出来，有点以权谋私的意思，但谁也不会说什么。刘将军的身份和背景在那里摆着呢，而且这个试验还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可以说是利益与危险并存的。梦梦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？你可想好了，这个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。赵主席谨慎地问了刘雅梦一句。报告首长，这是我自愿的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一定遵从命令。刘雅梦行了个军礼，严肃地回答了一句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出发吧。赵主席没办法，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只好希望试验成功，别出什么事。
59章生物改造计划开始。宋将军和刘将军带着2队军人，还有王战和刘亚梦上了军机，他们要去核电站，只有那里的能源才能保证充足。看到上海的情况也知道了，这需要很庞大的能量才能支撑，并且科学家和研究员这几天一直在研究那个软件，已经找到了当初由于电量不足而强行关闭的程序的那个备份资料，明白了苏悠然为什么失忆了，就是不知道要失忆多久。虽然备份资料上说是暂时封闭，但谁也不知道这个暂时是多久。当赵主席和10几个将军看到这个备份资料后，差点气晕过去。全上海的电量都被吞了，还电量不足，只完成了2次改造的1/10，这简直太离谱了。不过赵主席和这些将军看到这份报告后也很高兴，因为上面说了苏悠然是被第2次改造，电量不足，所以程序强行终止。也就是说，苏悠然身体上的奇怪现象都是被改造后造成的。他已经改造过了1次，这样就更加的坚信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，这让他们很开心。宋将军一群人到了核电站就开始了准备，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，从核电厂里接上根粗电线就可以了。因为考虑到电量有可能过大，有些危险，一开始输入的电量肯定很小，是电脑控制的，如果有危险就断开，都准备好了。一群人都站到了那里，一个工作人员坐在那里操作电脑设备，控制电能输出。谁先来？宋将军看着前面空着的那张椅子，没有转头，问了一句。王战刚想回答，刘亚梦马上站了出去，报告首长，我先来。刘将军站在旁边没说话，宋将军看了刘亚梦一眼，也没说话。现在是谁先来谁风险最大，如果出了事，后面的那个人就可以不用试验了，而没有出事的话，后面那个人照样可以继续进行。可以说第一个人是试验品，危险系数是最高的。宋将军没想到刘亚梦如此大胆，也没有想到刘将军根本没阻止的意思，这也许就是他们军人的骄傲吧。刘亚梦走到椅子前坐下了，戴上了头盔，他也有点紧张，毕竟这可不是好玩的，身后可是一个核电厂呢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旁边的所有人也都非常紧张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出现核泄漏甚至核爆炸，谁都跑不了，这可是玩命的活啊。核电厂外面50公里内早就被军队戒严了，就是怕出意外，不过这种戒严也就是形式上走一走罢了，如果真出了事，谁都阻止不了。刘亚梦深吸了一口气，平静了一下心情，我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说完就闭上眼睛了。旁边的人比他还要紧张，王院长、赵医生，甚至中科院的钱老也带着60多个人跟了过来，就是为了如果有事可以做多方面准备或者补救。不过也就是说说而已，谁心里都明白，真的发生了特殊的事，不仅他们帮不了忙，而且全部都有可能送命。但是他们都是科技人员，有着对科学狂热的崇拜，谁都想亲眼看到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又有什么现象。这可不是地球上该出现的东西啊。本来以为跟这些科学家、研究员说去核电站做这个试验后，没有几个人会自愿去的。可是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些人对科学的崇拜以及疯狂。1号基地的所有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2000多人全都报名了，最后实在不行，精选了60多个，让剩下的那上千人抱怨不已。宋将军和刘将军看着选出来的这60多个人，又看了看那剩下的2000多人，对视了一眼，心里的想法倒是相同的，一群疯子，比军人还要可怕的疯子。打开视频传输设备，准备开始。刘将军吩咐了一句，研究人员打开了20多台视频传输设备，视频会实时的传回北京的基地。赵主席和那10几个将军也会实时的看到这边的情况，并且北京方面也有专家通过实时的视频做出分析。当然，现场的人员更是要忙碌着记录一切了。报告首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是否可以开始进行？一个研究员把所有的又都检查了一遍，做出了最后的报告。开始，刘将军下达了命令。刘将军的心情现在是既激动又紧张还有担心，那是他孙女啊，如果真出了什么事，他都不敢想下去了，所以这2个字说出来都有点颤抖。中科院的前院长亲自操作计算机，点开了软件，他已经操作观察这个软件上千遍了，但是没有提供能量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检测完了生物体大脑区域，继续点了下面的按钮，屏幕终于跳出了最后的提示信息条了。开发生物大脑，开发初级生物能，提高生物能量吸收，改变生物细胞排列方式，打开思维连接区域，是否执行？前院长知道点下是的话，下面就是期待的场面了，因为能量已经连接上了。看了看四周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，他也很激动又很紧张，颤抖着手用鼠标点了是。点完后，屏幕上马上出现了新的字体，能量已连接。当屏幕上出现了能量已连接的字体后，旁边用计算机控制电量输出的人已经发现不对了，高声叫了起来，计算机失灵了，我没办法控制了，电量在大量的涌过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边叫一边还在试图继续控制计算机。刘亚梦坐在那里，感觉头皮有点发麻，慢慢的晕了过去。刘将军最紧张，
那是他的亲人，已经慌了神。刚要让人物理切断电线，宋将军就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事，你看雅梦只是昏迷了。当初悠然也是这样，你看他胸口还在起伏，说明没有事，也许昏迷是必须的现象。安慰了一句，又指了指刘雅梦的胸口。60章程序崩溃。首长，核电站的电量已经下降了1/4了，也许需要继续添加核燃料。那台控制计算机的人员发现计算机已经失控了，也没办法，只好盯着电量输出的屏幕。还没到5分钟，他就有点结巴了，说出了情况。什么？这么快就没了1/4？这怎么可能？宋将军也慌了，这也太离谱了，他也有点接受不了了。首长，还剩2/3了，不知道这些电量怎么会消失这么快？按道理，电线是无法传输这么多电量啊。那个看着计算机的工作人员又汇报了一次情况。快让他们添加核燃料！宋将军马上下达了命令。旁边的人本来还以为有什么奇观可看呢，可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看到刘雅梦坐在那里昏迷，听到核电站的人员在汇报电量大量流失，让他们郁闷不已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收到汇报，需要继续添加核燃料。宋将军也没办法，不能让程序中断，也不能不继续提供能量，不然的话，结果就是刘雅梦昏迷外加失忆。因为已经有苏悠然和那份备份报告说明结果了，只是他没想到居然需要这么多能量，心里狠狠地想，我就不信一个核电站喂不饱你。继续添加核燃料，电量继续下降，就这样添加了 N 次，终于停止了，程序终于执行完了，电量下降也停止了，屏幕上出现了新的文字，屏幕的画面又换了，程序执行完毕。由于程序控制能量过大，还能提供最后一次程序运行，之后程序将会紊乱崩溃。苏悠然第1次改造完后还能使用3次，又给安童改造了1次，只剩2次了，这次又使用了1次，还有最后的1次了。钱院长把情况汇报了，什么？还能使用1次？怎么会这样？宋将军表情非常古怪，有点悲伤，有点疑惑，有点失望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表情。钱院长又点了一下检测按钮，屏幕上出现了检测结果：生物大脑检测完毕，大脑开发程度 20%， 大脑可使用率 8.8%， 生物能量吸收 0.3 级，思维拓展2级。能量来源方式为星号器官吸收原始能量，开发力量 4.8 拉米，适应能力差，思维连接区域已打开 6%， 能量使用方式为原始级别，判断为初等智慧生物，文明发展未晋级，对 99.8% 以上的进化生物无任何威胁。此生物的数据不符合进化规律，被能量强行修改过，有可能造成文明跳跃，但概率不会超过 0.002%。旁边马上有人员把这些数据都记录了下来。赵主席，程序有可能还只能使用1次，您看。宋将军把问题扔给了赵主席，继续。赵主席思考了半分钟说道：是。宋将军刚回答完，刘雅梦就醒了过来，满脸的兴奋，看样子高兴极了。雅梦，你怎么这么高兴？刘将军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孙女，爷爷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在五颜六色的光幕中到处钻，我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，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美妙的感觉，太奇怪了。我想没有事情可以比那种感觉更有意思了。刘雅梦兴奋地回答着刘将军的问话，旁边早有人员录音了。刘雅梦的话也通过视频传到了北京。赵主席和10几个将军互相看了看，没有说话。刘将军和宋将军也对视了一眼，不过也没有说什么。刘雅梦还在那里兴奋地回忆着。报告首长，数字计算出来了，一共用了15吨核燃料。那个人员说完后连自己也不相信，但是数据在那摆着呢。1吨核燃料大约可以发电8亿3300万度电。15吨核燃料就是大约124亿度左右的电，全上海每个小时的用电量是大约是1500万度左右，怪不得全上海的电也只完成了1/10啊！所有的人除了刘雅梦还在回忆着什么，其余的人都张大了嘴巴。北京这边听到数据后也都目瞪口呆了，这也太离谱了！他们哪知道这只是简单的跳跃式进化，而且也只是进化了几项数据而已。如果要进行完整的生物进化工程，需要的能源更为庞大，庞大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。当然，程序也会更加复杂，而且用这种计算机也无法完成，需要更高级别的计算机才可以完成。所有的人都在发呆，宋将军最先清醒过来。王战，继续执行下面的任务。宋将军醒过来后就继续下达命令。是。被命令唤清醒的王战马上答了一声后走了过去，其他的人也清醒过来了。刘雅梦把头盔摘了下来后，就站到了刘将军的旁边。王战戴上头盔后，第2次试验又开始了，一切和第1次一样，同样的电量下降，添加核燃料。当用到13吨核燃料的时候，程序就终止了。所有的人都知道出了问题，因为数据还没到第1次的地方。笔记本屏幕上显示了字体，由于程序被强行终止过1次，并且改造了1/10，最后1次程序无法完全执行。
程序已接近崩溃边缘，请更换新的程序。系统将在5秒后自动关机。字体显示完，屏幕上就出现了倒数的秒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笔记本自动关机了。还没有检测现在王站的改造后的情况呢。钱院长又打开了计算机，打开后，点开那个软件，软件已经无法使用了，全是乱码，也没有按钮了，连生物检测也无法使用了。几分钟后，王站醒了过来，同样是满脸的兴奋。你也做了个和雅梦同样的梦？宋将军已经提前发问了。报告首长，是的，我也梦到了在很多光幕中钻来钻去的，那种感觉从来没体会过，特别的美妙，无法形容，非常舒服。王战终于不像机器人了，兴奋地说着。